杨氏太极拳之 1.8 9手挥琵琶楼席咬步，跟中国乐器有关的名称。再来第8式就是手挥琵琶，你有想过吗？跟中国乐器琵琶什么关系？由于现代已经是科学昌明时代，所以古代的气功或安静等形容技巧，我们将以现代科学的论述来呈现，让您更容易了解什么是太极拳，同时知道太极拳其实巧用了许多力学原理。另外特别说明一下，由于我本身左手断过没接好，所以经常的左手会不到位，特别说明一下。严重警告，这里所有的动作最好请专人指导，操作时需缓和柔力，不可做不出还硬做，这样容易造成对手的受伤。这是手挥琵琶及楼席咬步的动作。我们把手挥琵琶跟楼席咬步合在一起讲，是因为这两个式子有极端的关联性。正确来说，式与式是通通连接在一起的，是为了方便记以及方便学，所以才切分的。其实从前面的楼席咬步起，这一大段要表现的是太极拳的招式不是单一用法，而且与前世有因果相关。所以在做楼席咬步这一段时，曾经考虑好久，是要直接一口气说楼席咬步的各种用法，还是把整个脉络说一遍？最后决定还是这个隐藏在内的脉络比较重要。手挥琵琶的用法，手挥琵琶在这里其实与提手上式一样，只是左右手以及脚法的不同。这个就是使用人体的杠杆，用较小的力使人前倾。由于我们做手挥琵琶，特别是对手在我正面时，站的式子又无法勾对手的腿时，会有一个漏洞，那就是对手可能顺我的力量往前踢或撞。所以我们那个手挥琵琶腿部瞬间往前蹬的用途就出来了。再来就是起膝的动作。这个就是大致的手挥琵琶膝部动作的用法。但是这个与琵琶有什么关联呢？首先，我希望各位好好的欣赏一下琵琶的演奏，顺便观察一下演奏者的手的动态。我的频道里有收集几个，可以以下列步骤进入，或者在下方的文字说明亦有连结。请先点击视窗左下方圆形图像，就可进入我的频道。再点击1播放清单，再点击2音乐琵琶，这样就可以进入选单，选择播放。再提醒一遍，请注意看抱琵琶的动作以及演奏者的右手。看完后记得回来继续看并对照。
请仔细观察琵琶演奏者，自己再做一下手挥琵琶，看看是不是会有抱琵琶以及挥手弹琵琶的感觉。您可以说我胡说，但我希望您好好想一想，以及其关联性。再来说一下与前世的连结。同样的，由于这个的细节权理也是颇多，希望您耐心看下去。当我在做前一式搂膝咬步时，对手最好的脱离点就是我要做搂膝时，这时对手就会迅速的收脚退手。这时我该做的事就是进行搂膝咬步的后续动作，左手压制对手的右手往前挤，右手同时往前做扑面攻击。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，为何对手不直接盖手的位置？其实因为太极拳是软拳，所以攻击法会随时可变。若挡在手的位置，就很容易的被肘击。这个其实在大吕推手练习里有，只是现在大多数的大吕已经不一样了。假如对手反应较快，我做搂膝咬步时，对手马上退左步，同时上左手攻击我。同样的，由于我的左手挤压对手的右手，所以手会在对手的胸腹部，我的右手会在肩的高度，所以亦可快速的做手挥琵琶。或许有些人会有疑问，我手挥琵琶的前蹬脚难道不能直接踢对手的前脚吗？是的，答案是可以，但是基本上您要有功力，蹬脚的功力，而且会有风险，对手会踢我阴部的风险。但是当对手站的是左弓步，那直接踢没问题，效果会很好。但是当对手站破绽百出的左弓步时，那不必用怎样的功力，只要蹬到了对手的脚，很可能就会断掉，千万要小心。这是我们的弓步，宽度约与肩同宽，前脚掌及膝内扣，可以保护下阴部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拜式弓步，也就是脚斜向往外开，脚尖朝外，下阴部无法保护之外，这个腿只要一被踢蹬就断掉。现在一堆 YouTube 上的大师都教这种弓步，请您仔细考虑看看。很重要，必须重复再说。当对手站这种弓步时，这样踢对手的腿很可能会断掉，所以不要轻易的尝试。